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。他还让我劝你呢，你们两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，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想要反悔吧？那我要盖个戳，宣示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的。哎，你挠我！哎，你别动，别跑！这个谭玄林还真是没羞没臊。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因为穆晚清，他和徐家明面上的那点体面早已被撕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对付徐伯钧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盟友。但是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心思叵测，不是可交之人。因利而聚，利尽而散。我要用他手里的那副好牌，认认真真的胡上一把。你说，谭玄林带着裴勋去了东郊民巷的使馆区？是，而且是裴勋亲自押着姓谭的去的。不过他们在使馆门口就被挡了架，他就带着姓谭的离开了。在北京，使馆区是裴勋唯一进不去的地方，他们去那里干什么？裴勋和使馆的人说了几句话，但是我们的人离得太远，没能听清楚。谭玄林去找裴勋，肯定是憋着坏想对付我的。谭玄林这个人是走一步看三步，看似临时起意，实则是谋定而后动，所以他这一次一定是有备而来。你派人给我好好打探一下，看看谭玄林到底在搞什么猫腻。难道他把闵大成藏在了使馆里？啊，督军，使馆区连裴勋的人都进不去，咱们就这几个人，怕是……哎，这2年。我们跟苏联恢复了邦交，在边境做生意的人也多了起来。去使馆办个签证，做个买卖，总不难办到吧？啊，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嗯。你看看这本诉状，这个案子，你们审判厅能审不能审？裴督军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完全没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审判厅上上下下的法官、秘书，可都有性命之忧啊！真是笑话，这可是在我裴某人的地盘上，你怕徐伯钧怕成这个样子，亏你头上还顶着个大法官的头衔。督军呐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吗？你若不敢重审，我老裴现在倒是就可以为难为难你。你们审判厅全体同仁的老婆孩子，可全在我裴某人的眼皮子底下生活。刘大法官，是不是我老裴平时对你们太仁慈了？你们只怕徐伯钧，倒不怕我裴勋啊？督军啊，我们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呢！那就乖乖的重审此案，我保你们一家老小平安无虞。好，一切听督军的，开庭重审，开庭重审。马上就给徐伯钧发传票，叫他上北京配合审讯。
怎么事情办得顺利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事情是顺利。我本来想借他的权力扳倒徐伯爵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这些法官会对他下跪。我更没想到，这国之公器居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是啊，这个裴勋未必比徐伯爵好到哪儿去，一丘之貉罢了。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事情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好吗？对，打赢这场仗再说。走吧。喂，帮我接岳城督军府。你又来干嘛？你不是怀疑我另有所谋吗？这是我的异业证明。我这次来就没打算回去。如果只是为了跟我哥打官司，我犯得着搭上自己的学业吗？其实这些都是借口，对吗？我能感觉到，你也是喜欢我的。你还是和谭司令回上海吧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你讨厌我。你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你厌烦的人。你犹豫了，说明你并不讨厌我。你别胡闹了，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幸福。你不懂，这督军府就是个笼子，我在这里尚且有吃难展，你留下来，无非就是陪我坐牢罢了。谁说你有吃难展的？如果你不是督军府的少帅，你怎么可能救下那些学生？那是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我知道啊，你父亲抓了那些学生。自从遇见你之后，我就到处打探你的消息，所以北京的报纸我都看过了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既然已经知道，就应该明白，那个救学生于危难的人是我，那个被副帅欺骗，让学生自投罗网的蠢蛋也是我。现在这样，你还想和我在一起吗？你不是蠢货，这件事换了谁都没有你做得好。如果不是你阻止了学生和军警的冲突，如果不是你救下那些学生，那游行当日死亡的学生就不计其数了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你就是英雄。所以，你的做法无可指责。你觉得我这样的人是英雄？你是裴督军的儿子，你明明可以借着父亲的势力加官进爵，或者像苏少帅那样整天逍遥度日，但你却选了最难的一条路。你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那些学生，只因为你觉得他们是对的，即使他们与你毫无关系。
你告诉我，如果你这样的都不算英雄，那什么样的才算英雄？但是英雄也不是完人，肯定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那如果英雄只能是那些什么都不怕、什么都能做的人来当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英雄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当成英雄。那现在我可以留下来和我的英雄在一起吗？你应该去过更自由的生活，而不是跟我一样困在这牢笼里。那你呢？我是裴家的儿子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杜鹃，我们在高等审判庭安插的眼线传来的消息，说穆婉清在诉状中写明了，他们不仅有人证，还有物证。裴勋亲自带着谭玄林跟穆婉清去找了刘大法官，刘大法官只能答应。果然不出所料啊，闵大成他没有死，谭玄林把他藏在了使馆里，是怕裴勋吃毒食，所以留了个后手。是属下无能，没能让闵大成闭嘴。不过这个使馆戒备确实太森严了，我几次派人进去，都没能打探出一点消息来。哎，这事儿不赖你。即便是打探到了消息，我们也伤不了闵大成的分毫。只是这证据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闵大成早就有异心，留了我们的把柄？当年穆家少爷的事儿，我们与闵大成只是口头交易，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，他能有什么物证？事到如今，只能见招拆招了。真没想到，姓谭这小子竟然能鼓动裴勋重审旧案，也不知道他许了裴勋什么条件。哼，这个我不奇怪，裴勋早就有取代我之心，这么好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。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谭玄林一个马匪崽子怎么会和洋人有关系？是啊，能在大使馆里藏人，这层关系绝对不浅。日本公使渡边先生现在正在北京，他是我的老朋友，你托他打探一下，谭玄林到底和使馆是什么关系？是。哦，对了，杜鹃，这传票怎么办？你现在就给高等审判庭发电报，就说我陈科难起，身体不适不便出去，由你代为出庭。我？许伯君果然是用称病来糊弄我们，看来这个老小子是怕了，他知道自己绝无胜算，怕有来无回，所以才派一个副官来带他出庭。杜鹃，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如果徐伯君对审判不抱希望，他完全可以对这个传票置之不理啊，何必派自己的心腹徐远代为出庭呢？我怀疑徐远此次前来是另有目的。那依你的意思，他会作何打算啊？这个我目前不敢妄下判断，但是徐伯君绝对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，杜鹃。所以我建议尽早开庭，以免夜长梦多呀。谢谢。
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这都坐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徐伯君派徐远代为出庭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高等审判庭既然决定重审，他如果拒绝出庭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他自己不来，派个副官来，就算输了官司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他为什么要派徐远来？慢点。没事。你想啊，我们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不过徐伯君肯定是心知肚明，这次翻案肯定是我和裴勋一起想联手搞垮他。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那肯定是输定了。如果他以生病为由，拖延开庭的时间，那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挽回局面的时间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陷自己于被动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徐伯君拒不出庭的准备。这徐家的眼线一路跟着我们。我带裴勋去大使馆找闵大成的时候，我还故意给他们留了破绽。我原本以为这徐伯君会先设法杀掉闵大成，只要他在使馆区动手，我就能立马抓他个现行。即便徐伯君拒不出庭，我们也能立刻开庭审理他谋杀证人一案，顺便连带出10年前的旧案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他这么爽快的就派自己的亲信徐远出庭，没道理。除非他派徐远来，就是为了挽回局面。我是联络啊。哎呀，左参谋，好久不见啊！徐远兄一路辛苦了。我们裴督军在6国饭店安排好了房间，咱们先回去休息。嗨，辛苦左参谋了。我们徐督军身体抱恙，不便出庭，还请裴督军莫怪。哎呀，徐老兄说的哪里话嘛！您老兄可是徐督军身边的贴身侍卫啊！由您带他出庭，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我们督军清者自清，况且还有裴督军在，我相信高等审判庭一定会秉公断案。哎呀，那是自然。老兄先安心休息，等出了开庭时间，我通知你。走，请，请。开车。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专心。立正，专心。谭司令，看看我这裴家军和你谭家军比如何呀？督军世代将门，裴家军的军容风纪，岂是我们这种杂牌军能比得了的？谭司令说笑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杂牌军了，坐拥10里洋场，马上要成为穆家的乘龙快婿，你可比我阔气多了啊！督军您说笑了，我这区2000人，怎么能跟您这10万大军比呢？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可是不知道我的难处。10万大军，人吃马喂，一年要耗费多少银两啊？徐伯君镇守在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，苏景山呢又坐拥晋西北的大片的煤矿，我跟他们比不了。再加上这几年水旱蝗灾连着来，农民欠收，军饷告急。那是您太仁慈了，不像某些督军镇守使，把几10年的税收提前收完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
如果我也能像徐伯钧那样，坐拥富得流油的越城，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土豪劣绅的油水全都给榨光了。可是不行啊，老百姓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来。如果真的把老百姓逼急了，那我的军饷更就没有着落了。是啊，督军，这徐伯钧的案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我知道你是担心夜长梦多，但是这事儿还真急不得，毕竟案子太大了。我们必须给高等审判厅留一点时间，让他们做准备，免得到时候舆论会骂我们，说我们是预谋好的，要给徐伯钧下罪名啊！左参谋在书房等你，说是有要紧事。谭司令，我有急事，先失陪了，你请自便。好。徐远到了，左参谋就接的站，还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六国饭店。这个左参谋原来是裴勋的副官，应该是和徐元老相识了。我觉得马上就要对簿公堂了，怎么裴勋对徐远还这么客气？看来只要一天不开庭，就会有变数。变数？裴勋就是个变数。谭四，你派人盯紧徐远，有任何情况立马汇报。是。徐伯钧的那个副官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他说徐伯钧最近身体不佳，对上海的事务有些鞭长莫及。这个谭玄林又是一个爱闹事儿的人，自从他上位以后，令徐伯钧十分头疼。这次翻出10年前的旧案，就是为了诬陷徐家。督军，此番您若是能站在徐家这一边，治谭玄林一个诬陷长官之罪，那么徐伯钧说了，就由您来指定上海司令官的人选。区的一个上海司令，啊，就这么轻易的把老子给打发了？那您看要不要咱们跟他再谈谈条件？扳倒徐伯钧和扳倒谭玄龄，哪个对我们更有利？自然是扳倒徐伯钧呐。不，更有利的是，既扳倒了徐伯钧，又能从谭玄龄那儿要到好处。您的意思是让这个谭玄林出血？下午我已经暗示过他了。如果这小子聪明的话，就应该明白，催我开庭，必须表现出他的诚意。那徐副官那边，你先答应着，如果徐伯钧催我们向谭玄龄动手，你就告诉他，我要挑到合适的上海司令的人选，让他们不要催。属下明白。去，把裴勇给我找来。是。少帅，这是您要的书。我知道我今天来晚了，但是今天啊，白天实在是不得空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怎么一天都没看见你的人影？哎呀，别提了。这徐督军啊，出庭的代表来了，左参谋呢又要接债，又要把人给安排好，而且呢还要里里外外给督军传话，实在是走不开。所以啊，就让我给顶了个差。徐伯钧的人不是等着来开庭的吗？副帅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？嗨，也没什么话，就是出庭前的一些小话罢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得嘞。哎，对了，你让谭小姐来下我这里，有几本书是她要的。明白。你是说，左参谋从裴勋的书房里出来，然后去了六国饭店？是，而且聊了很久才出来。徐远呢？我已经派人在六国饭店盯着，一有动静立刻报告。怪不得下午在教场，裴勋一直在跟我哭穷。
但是我一提到什么时候开庭，他脸色立马就变了。原来是两头通吃啊！那我们怎么办？这儿可是裴勋的地盘，他要是耍诈，我们可是一点辙都没有。简单，逼他一下，骑虎难下。嫂子，你能想象自己在家就跟坐牢一样的感觉吗？又嫌你哥管你太多啊？我没说我哥，我就是在想，这个裴少君，他自己在督军府，就跟坐牢一样，心疼啦。谭小姐，穆小姐，我叫少帅呢，想请你过去一趟。裴少君找我？少帅有些书呢，想给你看看。告诉他，让他等着。行，那我先走，你抓紧。嫂子，这主要是我也没说要找他看书啊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哎，嫂子，你说这个裴少君，他是不是就在找借口？其实他就是想见我而已。但是我觉得这倒不像是裴公子会做的事情啊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这么晚去也不好。真的啊？你真是我亲嫂子。你呀。裴公子，我们过来拿书，可以进来了吗？进来。裴公子，裴公子，裴公子莫怪，只是实在太晚了，你让桑玉一个姑娘家自己过来，实在不方便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穆小姐说得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裴公子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要是想我，你就直说呗，找什么借口啊？谭小姐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有件事儿，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干嘛去啊？谭四，你在这守着。当了上海王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老婆管着。怎么了？我刚从裴少帅那儿过来，他说裴勋和徐远私下在接触。这么晚了，你去裴少君那儿干嘛？你能不能拎得清啊？这个时候还瞎吃飞醋，万一裴勋把你卖了呢？因为这个呀，裴少君被关禁闭，连他都知道。你男人能不知道？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万一他们私下勾结，转过来对付你呢？来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徐伯君不管给裴勋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，都不如他自己倒台，对裴家更有利。裴勋之所以跟他暗中接触，不过是为了给我施加压力，逼我让出更大的利益出来。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你想啊，裴少君现在连门都出不去。如果裴勋不想让他知道，他哪来的消息？还有，徐伯君和裴勋一起去参加穆家的舞会，不就是为了筹军饷吗？也是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准备去找廖先生，通过使馆的关系，在国外的报纸上刊登徐伯君旧案重审，把消息放出去，造成舆论压力，逼裴勋开庭。不行，你这么和他硬碰硬，万一把他逼急了，
他就算扳倒了徐伯钧，也会反过头来对付你。既然他要的是军饷，那咱们就给他军饷。他就算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也一定能放咱们回上海。婉清，这不是小数目。不怕，我付得起。你付？哎，你忘了你在百乐门说过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，我来养你啊。你这样，我就真成吃软饭的了。再说，穆伯父能同意吗？现在的穆家我说了算，而且这一次官司，我们肯定会和徐伯钧彻底撕破脸。如果能用钱买来裴勋对穆家的支持，倒也不亏啊。行，那我明天去探探裴勋的口风。不用你去，我去就好。你去？以裴督军大男人的性子，要是你去啊，他肯定锱铢必较。但是我就不一样啊，我一个姑娘家，他和一个小姑娘斤斤计较，面子上也过不去啊。而且看他对你妹妹的态度，他对待女孩子容易心软。不行，锱铢必较就是锱铢必较，我不同意。怎么就只许你和阔太太打牌跳舞，走夫人路线，就不允许我搞夫人外交啊？我开玩笑的，我不想你去。你现在还不是我穆家的女婿，要是你去，岂不是慷他人之慨？而且我穆婉清现在是穆家的当家人，我总不能像个小媳妇一样，一遇到事就躲到男人身后，那也显得我太没能耐了。但好啦，我肯定会有分寸的。开门吧。徐远去了悦城会馆，是，而且他还换了便装，戴了顶帽子，一路上十分的警觉。我们的人跟得很远，才没有被发现。他跟左参谋谈完话，还去了哪儿？我们的人一直盯着，左参谋走了以后，他就一直没有出过门，直到天黑了，才去了悦城会馆。他不去给徐伯钧发电报，去悦城会馆做什么？徐伯钧来北京了。你来的时候没人看到你吧？督军放心，我进来的时候兜了几个圈子，确定没人跟着，我才进来的。啊。裴勋那边怎么说？左参谋递来的话说，裴督军对我们的条件很感兴趣，会考虑与我们合作。那他什么时候对谭先林动手啊？他们说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上海司令的人选，让我们不用着急。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。裴勋这个老狐狸啊，肯定是在拖延时间，要看看哪边开的价码高。督军早就已经料到了。我不过是探探裴勋的虚实。他要是真心答应我，肯定是狮子大开口。一个上海司令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。这次这么痛快的答应，他是想拿我们对谭轩林施压，想从姓谭的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我给客人送壶热水。水壶留下，你离开。哎哎，行。哎，
督军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谭玄林满足不了裴勋的胃口，以裴勋的性格，断不会开庭。我们还有拉拢他的机会。如果谭玄林和裴勋谈妥了，那我们就要务必干掉闵大成。没有了人证，他就做不成铁案，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可是，这使馆戒备森严，之前我们派人打探闵大成的消息也是一无所获。想要干掉闵大成，怕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渡边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还有啊，谭玄林到底和使馆是什么关系啊？渡边先生那边说，苏俄公使跟谭玄林并不认识，他们只是最近来了个朋友，好像是从广州来的。广州来的，莫非是革命党？倘若真是如此，那谭玄林他就不是人脉广了，那他就是通敌了。不应该吧？这谭玄林跟革命党并没有打过交道，这哪里来的交情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光耀在上海司令部庆功宴的时候，差点被革命党刺杀。当时我命令谭玄林全程缉拿革命党，莫非是当时他对革命党网开一面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这谭玄林算是通敌了。不管目前谭玄林是不是通敌，当务之急是要除掉闵大成。在使馆区不好下手，那就在开庭前，去审判厅的路上干掉他。属下明白，我去安排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这是督军府的特供烟，徐光耀抽的就是这种。果然，徐伯钧来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司令，那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他跑不了。这几年边境贸易中断，我们穆家商会的北京分号就一直歇业，只留了几个老伙计看场子。但现在不是开放起来了吗？我就想把这商号再重新开起来。而且听说最近黑河口岸几个贸易量都巨大，利润又高，我就想着，反正南方的战事频繁，倒不如把生意做到北方来太平。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幕府在北京有这么大的产业。穆小姐，你说有事要与裴某人商量，是不是就是想在北京开分号啊？我穆家在南方还算有名气，但是到了北方和苏联做跨境贸易，这洋人恐怕不认我们。但是督军就不一样了，您的威名他们自然是知道的，所以我就斗胆请督军做我北京分号的股东。你这个小姑娘，这是要扯大旗做虎皮呀！啊，你倒是跟我讲一讲，我裴某人凭什么给你撑场面？这您1分钱不用出，活我全干。这北京分号的利润，我只拿走2成做人力成本，剩下的呀都归督军您。可这你倒是图什么呀？我只图督军能帮我哥哥沉冤昭雪，还我穆家一个公道。明白。不过，你又何必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要是我穆家直接出钱，别人肯定以为我是贿赂您，那我穆家一介生意人受人诟病倒没什么。要是督军的名声被破坏了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但如果督军能入股商会，那拿红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那别人啊也不好嚼舌根。穆小姐，你倒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啊。哎呀，谭司令身边的女人果然是一个赛一个的机灵啊。那我就当督军答应了。别忙，穆小姐，我看你们在北京商号也没几个伙计，人力成本
我给你留1成如何呀？没问题，全凭督军安排。穆小姐，冰雪聪明，又仁义厚道。好，那我裴某人就却之不恭了。能和督军合作，是我穆家的荣幸。哈哈哈哈哈！